大家好，这里是土拨鼠杂技。今天早上我是看到有一个这个消息，还是让人挺高兴的，就 SpaceX 终于在它的官网上就发布了，说星舰的9飞预计是在北京时间的28号早上进行吧。它给出的发射时间大概是在德州那边的时间，应该是在6:50左右，估计到北京这儿差不离应该就是早上6:50左右。我尽量争取了和大家再做一次直播，把星舰的9飞给大家做完。因为星舰9飞其实还是有挺多看点的，比如这次它会用复用的 B14超重，也就是参加7飞的那个 B14超重，会在星舰的9飞中重新使用。根据 SpaceX 目前公布的消息，这次参加星舰9飞的 B14超重，它33台发动机里面有29台是复用的，然后呢还更换了一些设计预定的需要更换的一次性的部件，就是 B14超重上设计规定的一次性的附件。另外呢，就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有一些经过检测以后可能不太合格的这些附件，也是在这次星舰9飞前进行了更换。但总体来讲，B14超重还是要参加这次复飞的。只不过这次我开始搞错了，我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因为时间比较紧，没有太认真的看它的文字材料，以为他这次还是会用筷子来回收复用的 B14超重。但是后来在今天在直播前，我仔细看内容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这次星舰9飞的时候不包括筷子回收超重的这项工作。因为这个 B14超重会飞到墨西哥湾，也就现在好像是叫美国湾吧。飞到美国湾的上空之后呢，会在最后的着陆前，所有的发动机都会关机，然后 B14超重会坠落吧，这次就不能叫降落了，叫做坠落到美国湾里。用 SpaceX 的话说呢，就是要实现就是要硬着陆。所以我们这次主要看的超重这一块的话呢，等于就是第一是看它的复用，第二呢是在星舰8飞的时候曾经出现过2个小问题。第一个小问题呢，就是超重和飞船分离之后，那么超重按照原来的计划要求，超重应该中间的10台发动机和中心的3台发动机应该立刻就实现第2次点火，然后工作一段时间，在空中完成一个姿态转身。但是在星舰的8飞中，这13台发动机中只点燃了11台，这是超重出现的一个小 bug。在星舰8飞中超重出现的第2个小 bug 呢，就是在超重最后被筷子回收前做这个 landing burn 的时候，按计划应该仍然是点燃中心的3台发动机和中圈的10台发动机，一共13台发动机，但是只点燃了12台。根据 SpaceX 现在的解释呢，是说当时可能是由于现场的热环境条件的影响，造成有2个点火器可能工作不正常，造成没有点火成功。根据 SpaceX 现在的它的给出的8飞报告，就是说这2个故障他们在地面做实验的时候也实现了复现，所以这次按计划应该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等于主要看第一个就是这 B14的复用怎么样，然后呢看它和飞船的分离，然后呢看它的再点火，以及最后的蓝丁本，如果都工作正常，最后没有被筷子回收，然后坠落在墨西哥湾，如果这些都实现了的话，那也就说明这次的 B14超重就会工作比较正常。看来 SpaceX 还是没有一次想把肚子迈得太大啊，他没有说是复用的时候还要求用筷子来回收，而是复用的就不再回收了。但是 SpaceX 也在它这星舰9飞的通知里面也会提到，它还会尝试让 B14超重在这次飞行中做一些其他的我们使用状况边界的一些小测试，这等于是拓展 B14超重的使用范围。我觉得对于未来真的是想把 B14投入商用，或者说把星舰投入商用来讲，这种使用边界的摸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这是在星舰9飞的超重这一块。那在飞船这一块，我们都知道7飞和8飞
大概都是进行到8分多钟的时候，由于飞船上面的泄漏啊等等原因，最后飞船就解体了。9飞的时候呢，SpaceX 针对7飞采取的措施是落实到了8飞上。8飞新出现的问题的话呢，我从它的最后的报告来看，他们可能认为，第一，燃料供给系统的这些连接件的拧紧力矩可能存在问题。第二个呢，可能是还是通风不太好，造成了这种可燃性气体的遇集，所以最后造成了爆炸，然后解体。这次呢 ，SpaceX 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，希望这次能够得到一些比较根本性的解决。我们在星舰9飞的时候看，如果要是到了8分56秒到9分钟吧，这时候按照计划，星舰飞船的发动机会第一次关机。如果过了这个时间点，实现了第一次关机，那么就说明7飞、8飞的出现的这些问题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。再往下呢，就是大概是在18分半的时候呢，星舰飞船就会释放8颗新一代的模拟星链卫星。这个所谓的新一代呢，我理解应该是 V3 版的 Starlink， 而不再是 V2 版。V2 版的 Starlink 我查到的资料是这样， V2 mini 版的 Starlink 每颗的质量呢大概是700公斤左右。然后呢 ，V2 正式版的 Starlink 卫星每颗应该是1.25吨。我查到了说 V3 版的 Starlink 卫星是1.9吨。当然这些都只是网上的数据，我并没有在 SpaceX 的网站上看到这样的数据，所以这个真实性还稍微有一点待查。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由此来做出一些判断。SpaceX 公司现在已经搞出了 V2 版的星链卫星，但是并没有真正把它发射上去，而现在一直发射的都是 V2 mini 版的。主要的原因呢，其实是受限于猎鹰9号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。猎鹰9号运载火箭，那么它在一子级回收复用的情况下，它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大概就是 16.8吨，最大的我看到的有说 15.8吨，最大我看到也就是 16.8吨。每次发射呢，大概也就能发射23颗迷你版的星链卫星。如果要是换成正式版的话，那数量会更少，这会影响SpaceX 的星链卫星组网，所以它现在一直发的是迷你版的。如果要是想用猎鹰9号来发射正式的 V3 版的星链卫星的话，那一枚火箭连10颗星链卫星都发射不了，会更影响星链卫星的发射。所以呢 ，SpaceX 一直没有用猎鹰9号火箭来发射 V3 版的星链卫星。但是 V3 版星链卫星的性能其实是要比 V2 版卫星要有一个大的飞跃 ，V2 又比 V2 mini 强。那 V3 版的星链卫星，它的下行速度可以达到1个 T， 是 V2 版的10倍，上行速度是160G， 是 V2 版的24倍。而且呢 ，V3 版的星链卫星的星间的激光通讯的速率呢，可以达到4T， 是目前 V2 版星链卫星的4倍。也就是说，等于就是 V3 版星链卫星的性能要远远的高于 V2 版。所以基于这样的情况的话，我觉得马斯克可能会非常着急让星舰尽快投入商业使用，因为星舰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以达到100吨嘛，即使按照 SpaceX 对外公开宣称的下限也能达到100吨。如果要是用它来发射 V3 版的星链卫星的话呢，至少一个星舰可以带50个星链卫星，那这个用来组网就快很多了。所以我觉得这次如果星舰9飞复用没什么大问题，然后再经过10飞或者是11飞，能够让星舰的超重能够实现复用，并且复用以后能够再次回收、再次复用的话，那估计 SpaceX 很可能会不用等到星舰飞船能够实现完全的回收和复用，只要星舰飞船能够可靠入轨，就可以把星舰，即使是不是特别成熟的星舰，来投入一个商业使用，来发射它的 V3 版的星链卫星。当然，这是我的一个猜测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猜测呢？我就给大家打这样的一个图，大家也可以看到啊。
我们是拿猎鹰9号火箭来进行的比较。那猎鹰9号火箭它的首飞是在2010年，然后它的第一次成功的垂直着陆回收，就是一子级的第一次成功着陆回收，是在2015年年底。猎鹰9号火箭一子级的第一次成功复用是在2017年。那么到了2017年3月，猎鹰9号火箭一子级实现了第一次的成功的复用。到这之后 ，SpaceX 其实就开始加大了猎鹰9号火箭发射的频率。我们可以从曲线也能看出来，屏幕上这个蓝色的曲线就是猎鹰9号火箭，那么这绿色的曲线呢，是全球除了 SpaceX 之外，其他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航天公司、火箭公司年发射数量的一个统计。所以 SpaceX 基本上就是从2018年、2019年就开始，它的火箭发射频率就开始大幅度的提高了。这个时候也是星链卫星的大规模开始进入网络的。仅仅就是最近的这3年吧，从2022年、2023年、2024年 ，SpaceX 大概就发射了超过6000颗星链卫星入轨，这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。所以在目前，超重如果能够实现回收，那下一步对于星舰来说，超重要尽快实现它的复用后的再回收。如果要是实现了这个，只要星舰飞船能够可靠的入轨，然后能够可靠的释放卫星，甚至不用等到星舰飞船可以被可靠的回收和复用的情况下，我估计 SpaceX 就会把它投入商用，用来发射他们的星链的 V3版的星链卫星了。这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大概这样的介绍。所以这次的星舰9飞，我们第一个应该关注的就是超重的复用。然后第二个就是看这次飞船能不能成功的就越过9分钟实现第一次关机，然后大概在18分钟多左右能够实现星链卫星释放。如果这几步都实现了，那么我估计很可能在明年2026年，可能星舰就会投入商用，用来发射星链卫星了。这是一个可能性是很大的事儿。当然，在星舰的这次的9飞过程中，我们还要关注的就是以前在3飞、4飞、5飞、6飞都没有彻底解决的，就是像飞船的热防护问题。然后呢，还要关注一下它最后能不能够在印度洋上实现一个超高精度的降落。我们知道，在星舰4飞的时候，那星舰4飞的这个超重在返回的时候实现了大概降落精度在5毫米左右，根据他们公布的数字啊，说偏差不超过5毫米，所以呢，才在星舰5飞的时候，马斯克拍板决定用筷子来回收超重。如果要是星舰9飞的时候，飞船的降落精度能够达到不用说5毫米这样毫米级的，如果能达到厘米级，马斯克呢就很可能会在10飞的时候让飞船也实现回收了。所以这个还是挺令人振奋的一件事儿。这就是先谈了一下今天早上我看到 SpaceX 公布的说星舰9飞就要来临，以后感觉比较激动了，所以赶快整理了一下相应的一些数据，来跟大家先聊一聊这件事儿。